上期啊，誰能真夺冠那条，老馬拍着胸脯給你壓了3匹黑馬，摩洛哥、土耳其、厄瓜多尔。当時弹幕里還有不少人说，老馬你这是瞎压。行，现在小組賽全踢完了，账也該結了。結果我先給你撂這兒，摩洛哥出現了壓中的，厄瓜多爾不光出現，還在末輪把4次世界杯冠軍德國給掀了，絕殺晉級，壓神了。就土耳其3場团灭，老馬這匹看走了眼，3匹壓中俩，還先翻了一個豪門，這成績老馬敢拿出來跟你当面對仗。評論區有哥們陰陽老馬賽前挖坑，賽後收割。行，那今天這條準的不準的一個不藏，全給你掰扯明白。对完账，再把赛场上新冒头的几匹黑马拎出来捞了，看看下一個掀桌的可能是誰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開整动账之前先墊倆底層的事兒，不然後邊聽着懵。第一，啥叫黑馬？說白了就是賽前沒人看好，賠率開的老低，可真打起來卻能掀桌的隊，跟你們班那個平時蔫不出溜，考試突然衝第一的同學一個意思。壓黑馬這事兒，樂子也在這兒，壓中了，賊有面兒。壓不中也正常，本來就沒人看好嘛，不丟人。第二，這屆世界杯怎麼算出線呢？2026這屆擴軍了，48支队，12個小組，每組4個，每個組踢完前2名直接進。可光前2名還不夠數，還得從12個組所有的第3名裡頭挑出8個成績最好的，一塊湊成32強，開打淘汰賽。你就把它想成班裡分組考試。每組前2名直接保送，剩下一堆第3名再拉出來排個隊，分最高的幾個補錄進來。這條最好第3名的規矩你先記着，待會兒厄瓜多爾就是靠他死裡逃生的。一句話，踢得穩，把分攒夠才有戲，輸的多了神也撈不回來。土耳其就是個活教訓。底層鋪完，咱開始對賬。頭一匹摩洛哥，上期我咋說的？非洲之光。你可能对這名沒啥概念，老馬給你補個課。上一屆卡塔爾世界杯，摩洛哥一路過關斬將，先後掀翻了西班牙、葡萄牙這些歐洲豪強，一直殺進了4強。這是世界杯90多年歷史上頭一支打進4強的非洲球隊，也是頭一支阿拉伯球隊。當時把全世界都看傻了，所以這種隊底子厚得很。老馬壓他是帶着底氣的，現在呢應驗了，小組第2穩穩出線。不過末輪這一場贏得是真叫一個驚險，對手是小組墊底的海地，按說是個軟柿子，結果開場第10分鐘，摩洛哥那位撲點球封過神的門神布努自己一個解圍沒處理好，皮球滾進了自家球門，烏龍送禮，海地1比0領先。好家伙，上屆4強開場被墊底的海地給領先了，摩洛哥的當家球星那個在巴黎踢球的邊後衛哈基米站出來扳平，可還沒等喘口氣兒，海地的伊西多又捅進一個2比1，再次反超。堂堂上屆4強被這屆排名墊底的海地2度領先，好在摩洛哥底子硬，後勁足，薩伊巴里半場前扳平，拉希米下半場反超，亞辛末段再補一道，4比2，總算把這塊硬骨頭給啃下來了。壓是壓對了，可這一场老馬也跟着捏了一把汗。第2匹土耳其這匹老馬走眼了，明說不繞。上期我看好的啥？年輕有衝勁兒。這支土耳其攒了一批好苗子，像古勒、耶爾迪茲這些都是在歐洲豪門踢球的天才少年，一個比一個金貴。我尋思着，這麼一支青年才俊，憋着一口氣來世界杯，怎麼也得放個炮吧。結果呢，給我整不會了。前2場0比2輸給澳大利亞，0比1輸給巴拉圭。你以為人家不努力？恰恰相反，這2場土耳其瘋狂壓着打，控球射門數據好看得很，2場加一塊轟60多腳，結果一個球沒進，60多腳扎不進一個，這上的勁兒看得人血壓都上來。2場連輸，一個球沒進，第2場一打完，土耳其其實就已經提前出局了。末輪他們倒是支棱了一回，3比2絕殺了東道主美國，可那會兒早沒戲了。
最後小組墊底，贏得再漂亮，也只是給自己挽個尊，找回點面子。黑馬就是這樣，能掀別人的桌，也能自己先把自己掀翻。丫他本來就一半是赌第3匹厄瓜多爾，這是老馬这3押里最得意的一筆。上期我給他貼的標籤是年輕、跑不死、防守賊硬，屬於那種你想贏他得脫層皮的隊。現在看壓神了，厄瓜多爾小組前2場磕磕绊绊，分沒攒夠，到末輪命懸一線。可他末輪碰上的是誰？是開場就7-1血洗對手，拿過4次世界杯冠軍的德國。所有人都覺得厄瓜多爾這把要交代了，回家吧。結果開場第2分鐘，德國那位邊路快馬薩內就先進一球，1-0。換個心態差的隊，這一下可能就崩了。可厄瓜多爾這幫南美小伙子一點沒怵。第9分鐘，安古洛一腳遠射，直掛死角，扳平了。下半場77分鐘，普拉塔又捅進關鍵一腳，2-1反超。剩下的時間，厄瓜多爾全队玩命防守，硬是把这一球的領先咬到了中場哨響，把夺冠大熱的德國給贏了。而且這球的分量還不止1場勝利。還記得我前面說的那條最好第3名的規矩嗎？厄瓜多爾小組第3就攒了4分，本來懸着，正是靠掀翻德國這一場，把積分和淨勝球追了上來，擠進了那最好的8個第3名，驚險殺進32強。這是他們2006年以來頭一回打進世界杯淘汰賽，一直沒人看好的隊掀翻了世界冠軍，還死裡逃生地晉了級。這就是壓黑馬最上頭最過癮的那一下子。落到這兒插一句，你要是覺得老馬這仗對的還算實在，聽着也過癮，順手就給點個訂閱。接下來淘汰賽這10幾天，老馬天天給你盯着，挨場給你唠，訂閱上別走丟。行，接着说，你有沒有發現這屆世界杯黑馬一匹接一匹的往外冒，比哪一屆都熱鬧？這背後其實有個原因。以前世界杯32支隊，強隊扎堆，弱隊沒幾個機會。這一屆擴到48支，多了一大批以前夠不着世界杯門檻的隊，像庫拉索、佛得角這種小國都頭一回來了。隊伍一多，爆冷的土壤就肥了。弱隊抱着光腳不怕穿鞋的心氣兒來拼命，強隊稍微一鬆懈就容易被咬一口。所以你這屆看球得把冷門俩字兒時刻擱心裡，指不定哪場就給你翻了天。行，說回正題，再看看小組賽新杀出來的幾匹黑馬，一個比一個燃。頭一個南非，這支隊幾十年都沒在世界杯淘汰賽上露過臉了，可末輪他們1-0掀翻了亞洲強隊韓國。更絕的是韓國這邊主帥為了這場生死戰，居然把頭號球星當家隊長孫興敏摁在替補席上，沒讓首發，想留着他後半段當騎兵。結果球還沒等孫興敏上去發揮，南非那個球先進了，韓國一下就被動了。最後陰溝翻船，南非靠這一球隊史頭一回打進32強，對一個非洲國家來說，這是能寫進國家史書的一把。第二個加拿大，東道主，以前在世界杯壓根就沒贏過球，是出了名的魚腩。可這回他們一場6-0把卡塔爾給血洗了，鋒霸喬納森大衛一個人就上演帽子戲法，獨中3元。當然老馬也得公道說一句，那場卡塔爾吃了2張紅牌，最後只剩9個人，但能贏成這樣，加拿大這勝利照樣硬。最後他們穩穩進了32強，這是隊史最好的世界杯成績，全國都瘋了。第3個挪威，這支隊28年沒踢世界杯了，這回殺回來靠的是那個進球跟喝水一樣的哈蘭德。前2場他一個人就揣了4個球進兜裡，幫挪威提前出了線。雖說末輪1-4被法國的登貝萊表演了個帽子戲法，好上了一課，但小組第2出線穩穩的。淘汰賽6月30號碰科特迪瓦，這一場挪威有的一拼。行呢，仗對完了，摩洛哥應驗，厄瓜多爾掀翻德國，還進了級，土耳其團滅。你瞅，這就是黑馬，這就是世界杯最迷人的地方。沒人看好的才有可能掀桌，壓中了是驚喜，壓翻了也正常。重點是啥？
賽前你敢壓，賽後你敢認，這球看着才有滋味。3匹押中俩，還掀了個豪門，老馬這回不虧。那條陰陽老馬賽後收割的評論，账我全擺這兒了，準的不準的一個沒藏。真要說教訓，就一條，下回壓黑馬，膽子還得再大點，被子還得再多點，光壓3個不夠使。想跟着老馬一場不落地看完这届世界杯的淘汰賽，點個訂閱，順手開個小鈴鐺，新視頻一發，你頭一個就知道。最後把球遞給你，下一匹黑馬你壓誰？南非能不能再進一步？挪威闖不闖得過科特迪瓦？評論區寫上，咱接着對仗，到時候一個一個驗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